大家好，我是硅谷的朱律师。上一期我跟大家讲了2020年我和几位华人律师一起把特朗普总统告上法庭，最终成功阻止微信在美国被封杀的经历。今天我要讲一个听起来有点黑色幽默的后续，那就是在我们打赢那场官司之后不久，我自己的微信账号，一个我用了10年的号，被微信永久封禁了。一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我的微信被退出了，需要重新登录。登录进去后，我看到了一个通知，说我的账号涉嫌违反什么用户协议，已经被限制使用。我开始以为是被禁言30天之类的处罚，但后来发现是永久封号，也就是说我属于罪大恶极的那一种，没有任何警告，直接被就地正法了。那我到底干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呢？其实微信从来也没有向我说明，我到今天也不清楚我到底是哪句话触犯了天条。微信只是笼统地说我违反了平台用户协议。我的合理猜想是，那时候正是国内开始全面搞核酸检测的时候，我没有紧跟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了很多妄议中央的不当言论。上海封城之后呢，我更开始和中央唱反调，写了一篇文章发在我微信朋友圈里面，名字叫这是一场大型的服从性训练。这篇文章虽然只是发在我个人朋友圈里面，但后来被广为转发。今天去外网上搜的话，还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国内肯定是搜不到了，被删得干干净净了。在文章里，我算是当时比较早的提出了一个观点，说核酸检测、集中隔离、健康码这些手段的目的，不是为了防疫，而是为了让大家听话。我然后分析了国内怎么通过恐吓和剥夺这2个手段来对14亿人进行服从性训练。总之，我没有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走上了一条自绝于人民的道路。不仅账号没了，我朋友圈里面积攒10年的照片、写的文章、联系人，甚至绑定的很多业务，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很多观众看到这里会觉得，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你不是刚刚替几百万人争取到了使用微信的权利吗？怎么一转头自己又被封了？在我做微信案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件搞笑的事情：很多华人川粉反对我们的微信案件，而且坚决支持特朗普封杀微信，但是他们选择在微信上发布这些观点。其中有些人因为言辞激烈被微信给封了，而我呢，因为支持微信，最后的结果也被封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苏联政治笑话：3个人被关进监狱的罪名都是反革命。第一个人说我的反革命罪行是支持彼得罗夫，第2个人说我的罪行是反对彼得罗夫，第3个人说我就是彼得罗夫。看到这里，很多观众可能会问：你不是很牛逼的律师吗？你就不能把微信也告上法庭？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答案可能会让大家失望。从美国法律来看呢，美国政府封杀微信和微信封杀我的账号属于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美国宪法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包括言论自由，其目的都是为了限制政府的行为。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明确写的是国会不得立法剥夺个人的言论自由。这句话的关键主语是国会，也就是政府。这条宪法约束的对象是政府行为，而不是私人主体之间的关系。我上一期讲的那场微信官司之所以能够打赢，是因为被告是美国总统和商务部，他们动用国家权力让微信在美国消失，这是典型的政府限制言论的行为，所以我们用宪法第1修正案打赢了官司。但微信的运营主体腾讯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在美国法律体系里面，它对自己的平台上的内容的审核和账号处理，一般只会被看成是公司的自主经营决策，而不是政府行为。哪怕我认为这次封号没有道理，我也很难引用美国宪法去起诉微信，因为这不属于第1修正案管辖的范围。不仅如此，美国还专门立法给予平台自主审查内容的权利。这条法律就是《通信规范法》第230条，也就是圈内人常说的230条款。这个法律在我之前讲硅谷科技公司是不是要对小孩过度使用手机负责的那一期节目里面提到过。这条法律有2层意思。第一呢，平台一般不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脸书、Twitter、油管这些平台不会因为用户发的每一条内容而被起诉。第二呢，平台删除、限制他认为淫秽、暴力、骚扰或其他令人反感的内容，一般也会受到豁免保护，不需要为这种内容审查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在美国的法律逻辑里面，平台有权按照自己的标准审查封禁用户。微信封我和几年前 Facebook、Twitter 封特朗普都属于平台自己的决定，很难去追究平台的责任。
这背后的逻辑是，与其让政府规定哪些内容平台必须留，哪些必须删，不如把这个裁量权交给平台自己，让市场竞争和用户选择去决定一个平台的内容尺度是否合理。在我们5位华人律师起诉特朗普总统的最开始，我们的捐款倡议书的最后就有这么一句话：我们理解微信是一个存在缺陷的 APP， 我们可以选择不用，但总统先生没有权利替我们做这个选择。那微信随便封账号的事情就没有一点办法吗？有，但很难。美国法律里面确实存在一个例外情形，叫国家行为延伸。如果能证明一家私营公司的行为实质上是在替政府执行审查职能，或者与政府之间存在足够紧密的合谋关系，法院就有可能把这家公司的行为也视为政府行为。那这种带有政府性质的言论审查就可能违反美国宪法了。这个理论在实践中的门槛很高，原告需要证明的不是这家公司恰好来自于一个有审查制度的国家，而是要拿出具体证据，比如证明某项具体的封号决定是根据某个政府部门的直接要求或指令做出的，或者平台和政府之间存在大量的实质性的协调、资金支持等紧密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很多人直觉上认为微信封号等于中国政府在审查，但要把这一步在美国法庭上坐实并转化为一个可以胜诉的理由，难度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前几年已经有人在美国法院做了这样的事儿。我的一个律师朋友在2021年在硅谷一家法院起诉了腾讯。这个案件的原告包括6位加州的微信用户和一个公益组织，指控微信的内容审查违反了多条加州法律，并要求法院对腾讯发出禁令，还要求被告支付赔偿。腾讯请了一家美国大律所应诉后，根本就没有在法庭上跟原告纠缠言论审查这个实质性问题。他们的律师直接从卷证里面拿出了一份几十页长、大家注册微信号时连看都不看的电子文档，微信用户服务条款。网上有句话说得很真实，我们每个人说过的最多的谎言就是已经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因为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去认真读那些条款，无脑点了同意就直接开始用了。微信的用户协议里面有一条规定，所有关于使用微信过程中发生的纠纷都需要通过私下仲裁来解决，而不是法院诉讼。仲裁是一种私下解决纠纷的方式，仲裁结果呢也是保密的，所以通过仲裁来让微信承担言论审查和封号的责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法院根本没有机会去审理腾讯是不是在协助中国政府进行言论审查，而是用这一条技术性原因让案子无疾而终了。当然了，如果将来有更多证据证明中国政府实际影响甚至控制了腾讯封号的决定，那也许可以将来再次起诉微信了。其实中国政府实际影响美国平台的言论审查的案子已经发生了。在2020年5月到6月期间，为了纪念天安门事件31周年，多名在美国和香港的人权活动人士通过 Zoom 平台组织了多场线上悼念会和专题研讨会。在会议的进行过程中呢，使用美国 IP 登录的主持人和参会者的 Zoom 账号突然被系统强制踢出，会议被强行中断，多个账号随即被 Zoom 官方直接封禁。由于 Zoom 是当时美国最主流的视频会议软件，这一发生在美国本土用户身上针对政治言论的强行关停，立刻在美国引发了巨大的影响。同一年底，美国司法部在纽约联邦法院正式公布了对 Zoom 公司中国区安全联络官金新江的刑事起诉书，里面披露了 FBI 监听记录、内部聊天软件截图和邮件日志，披露了其中的操作细节。金新江作为 Zoom 与中国政府监管部门的指定联络人，在内部系统里搭建了一个关键词审查和实时监控流程。一旦发现涉及到特定政治敏感话题的线上会议，系统会立即触发预警。当中国监管部门要求切断在美国举办的线上会议时，金新江及其团队明白，如果直接以政治审查为由封号，无法向加州总部的管理层和合规部门交代。于是他们采取了非常恶心的技术手段，伪造这些账号的违规证据。他们通过后台修改日志，将部分参会者的头像修改为带有暴力和恐怖主义倾向的图片，在后台伪造数据，指控这些会议涉嫌传播儿童色情、支持恐怖主义或煽动暴力。随后他们将这些伪造的违规证据提交给加州总部的法务和安全团队，骗取了总部授权，合规的封禁了美国用户的账号。起诉书还指出，
金星将多次违规接入 Zoom 位于美国的服务器，监控美国本土用户的会议内容，甚至将部分居住在美国的参会者的姓名、IP 地址、电子邮件和通话源数据非法提取，还向外部泄露。美国司法部直接向金星江签发了逮捕令，指控其触犯了美国联邦刑法。金星江因为人躲在国内，目前属于美国联邦通缉犯。事件爆发后， Zoom 创始人袁征和公司总部发布了公开道歉声明，承认公司犯了严重错误，并开始整改。首先恢复了被封杀的相关账号，其次 Zoom 宣布修改底层架构，承诺不再使用位于中国境内的服务器去存储海外用户的数据，并聘请了前美国国家安全官员来改进公司的合规体系。很明显，金星江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指令来进行这些非法操作的，所以他的行为不再是 Zoom 这个公司的行为，而是变成了政府行为，因此会受到美国法律的管辖和限制。除了上面说的那个理由，还有另外一条法律也可以潜在让微信承担责任，它叫数字公共广场。当然了，运营起来的难度也很大。这一理论的传统含义是，街道、公园、广场等地方一直是被老百姓用来集会、演讲、交换意见的公共场所。如果政府对其中的言论进行内容限制，也就要接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审查。问题是，社交媒体算不算如今这个时代的公共广场？2019年，特朗普还在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把几名在他推特账号上留言批评他的推特用户给拉黑了。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判定，这个账号虽然是特朗普的个人账号，但因为他实际上把它当作官方对外发布政策、与公众互动的数字市政厅来使用，所以这个账号属于一个公共广场。总统基于用户发言的政治立场把人拉黑，属于典型的观点歧视和内容审查，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个案子里面，法院认定构成公共广场的是特朗普这个账号本身，而不是推特这个平台。那平台到底算不算公共广场呢？2019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另外一个案件里面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判决里面提到，一家私营机构哪怕它向公众开放，让大家在上面自由发言，也不会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变成了受宪法限制的国家行为主体。有了这个判决，原告律师就更难去证明私营科技公司的平台是公共广场了。把这几条判例合在一起看，美国目前的司法现状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政府官员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可能构成公共广场，官员本人拉黑批评者或者肆意删除评论可能违宪，但平台公司自己制定或执行的内容审查规则不构成公共广场，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约束。这就是我很难用这条法律来起诉微信封我账号的原因。抛开具体的案件，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个更大的话题：言论自由在中美两国里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一个差别是，美国宪法和中国宪法都保证言论自由，但美国宪法还保证言论后的自由。美国这套言论自由的制度，目的是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打击不同意见。美国建国初期，制定宪法的人经历过英国王权对出版和言论的压制，所以第一修正案的设计本意就是为了防止政府不能因为你说了让他不高兴的话，就动用国家机器惩罚你。这套逻辑延伸出来的结果就是，美国对私营公司管理自己平台上的内容这件事儿，总体上是相当宽容的，因为在这套逻辑里面，真正危险的是政府权力，而不是平台。一家公司再怎么审查内容，它没有警察，没有监狱，不能限制你的人身自由。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换个平台。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些年围绕硅谷大公司是否过度审查用户言论的话题吵得很凶。比如推特几年前封掉特朗普账号那次，但吵归吵，情况仍然没有大的改变。在230条款下面，这些平台依然有权审查用户言论，不会承担责任。当然了，美国的言论自由最近在特朗普的折腾之下，也失去了灯塔的光芒。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 TikTok。特朗普首先想通过总统行政令的名义来封杀 TikTok， 被法院给否了。然后美国国会专门针对 TikTok 出台了一条法律，强迫字节出售绝大部分股权，理由是 TikTok 在美国的影响力太大了，需要保护美国用户的数据安全。美国最高法院也认可这一条法律。当年特朗普总统就是用国家安全来试图封杀微信的，几年之后再次成功的用这个理由强迫字节出售 TikTok。几个月前，南加州的女市长王爱玲因为发布了有利于中国政府的新闻稿，虽然行使的是个人言论自由，但在美国法院眼里，她就成为了外国政府代理人。
不得不说，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大环境下，言论自由这条美国宪法规定的最基本的个人权利，在国家安全的大棒之下，就已经开始黯然失色了。他们就是害怕有人大声地说出来，看那个皇帝身上并没有衣服。即使美国的言论自由最近几年有很大的退步，但和中国比，那简直是李逵和李鬼之间的差别。国内审查言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党的伟大光明正确，为了2个维护，4个确立、4个意识和4个自信。虽然中国宪法里面也明确写了个人有言论自由，但真用起来是大打折扣。这2天国内有个新闻，郭德纲上个月在武汉演济公活佛，借革命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面的经典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调子，唱了一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紫禁城里静悄悄。原歌词是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湖北的有关部门就不干了，认为这是歪曲了红色经典的精神内涵，已经启动立案调查程序。郭德纲这个包袱好不好笑我不知道，但我来补充一个历史事实。铁道游击队是1956年拍成的电影，小时候我在我们村里放过好几次，印象深刻。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呢，这首歌是1956年几位年轻人为电影量身定做的，因为曲调和歌词优美，风靡一时。但这么一部歌颂革命的作品，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被眼睛雪亮的群众给盯上了。你品品，这歌词也太反动了吧！开头的第一句就是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这跟东方红太阳升完全是背道而驰啊！这不是要把伟大领袖影射成为即将落山的夕阳吗？夕阳能随便说的吗？于是作词作曲的这几位年轻人被批斗迫害了10年，其中一位直接被打死。歌曲的原唱陈锦希也被当成汉奸打倒。如今郭德纲因为改编了这首歌，也要被追究责任。这让我想起了开篇时候的那个苏联笑话，如果用在这里的话，那就变成了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演唱还有改编的人全部都被送进去了，罪名都是反革命。说起红色经典，那我就不得不提一下共产主义理论的祖师爷马克思同志了。他早年因为鼓吹暴力推翻政府，被普鲁士出租出境，没地方去了，只好去了英国。英国那里有言论自由，所以没有赶他走。他因此在英国生活了34年，直到去世。在那段时间里面，他写出了《资本论》等著作，《共产党宣言》也是在英国才得以第一次出版。也就是说，没有英国资本主义的言论自由，也就没有这些共产主义最经典的著作。所以信奉共产主义的同志们，是不是应该感谢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给予的言论自由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一个夕阳，不对，咱是不是不能说夕阳呢？我们这个夕阳真的就只是落山的太阳，没有居心叵测，大家不要上纲上线啊！我们下一期再见。